一架飞机带着火光掉落在森林中，坠毁的瞬间发出巨大的爆炸声。事件发生后，一个德国士兵前来探查，却看到鲜红的血液不停滴落在洁白的雪地上。士兵刚一抬头，没想到却对上了飞行员的枪口。第二天早上，男孩小马与朋友德克来这儿探险，他们看见雪地上的飞机残骸，好奇地寻找着宝物。可两人的嬉笑声很快引来了德军。小马慌乱地捡起了一块手表，随即两人便分头逃跑。小马快速骑行在光滑的雪地上，眼看就要逃脱了，可车轮却在这时突然打滑，正好摔在一个德国士兵面前。小马就这样被抓了。在办公室里，军官正品尝着蛋糕，小镇的镇长推门走了进来。原来镇长就是小马的父亲。德军看在父亲的面子上，并没有为难他。随后父子二人走出大楼，父亲叮嘱小马千万不要招惹德国人。小马严肃地说道。在小马的思想里，他觉得父亲很懦弱，完全就是在讨好德军。这天晚上，小马的家里迎来了一位客人，是他从小便崇拜的叔叔本。小马贴心地为叔叔整理起行李，却意外发现了一把手枪。小马有些惊讶，难道正直的本叔叔是地下革命党吗？隔天，朋友德克又来找他，他告知小马自己今晚就要搞掉德方的军火库。临走前，朋友将一封信交给他，同时也留下了几句话。他说万一自己没能回来，希望小马把信交到镇里的铁匠手里。小马目送朋友离开，心中十分敬佩德克的勇气。然而就在当天晚上，朋友的家人就被德军抓走了。紧接着，小马从父亲的口中得知了朋友被抓捕的消息。正当他拿着信思考下一步该如何行动的时候，本叔叔突然进入房间，小马连忙将信藏到枕头下方。叔叔质问他在发生这件事之前是否知情，小马否认了。本叔叔神情严肃地警告他。此时小马的心中也有了自己的想法，隔天他便出发前去寻找铁匠，不料却在路上亲眼目睹了铁匠被德军一枪击毙的全过程。无奈之下，小马只能打开信件，而信的内容只是一个地点。小马按照信上的指引到达目的地后，周围却空无一人。突然背后传来声音，原来那个受伤的英国飞行员杰克正躲藏在此。小马随即进入地窖，杰克看见小马带着自己的手表，十分惊讶。不好意思的小马赶忙物归原主。接着杰克吐露了自己的困境，这里遍地布满了德军，太过危险，他必须逃到对面的城市才有机会保住性命。小马听完当即决定帮助杰克，这一次就由他来继续完成朋友的使命。赶回家中的小马碰巧遇见叔叔正在和父亲吵架，本叔叔追问着反抗运动的人员名单，父亲却拒绝回答，只说自己希望小镇能平安度过战争时期。小马顿时间觉得父亲懦弱无比，当父亲想和他解释点什么时，小马扭头径直离开了。父子间的隔阂从此越来越深。以后的日子里，小马时不时给杰克送去食物，两人一起抽烟打牌。慢慢的，杰克对这个小男孩产生了信任，小马也为杰克想出了一个逃跑计划。每天的下午3点是德军的休息时间，可以趁着这个空隙渡河到达对面的城市。二人随即约定好，明天就开始行动。这天天还没亮，小马悄悄起床，推着自行车来到地窖。然而此时地窖里的杰克痛苦万分，他的伤口急剧感染，此时的他连站都站不起来，更别提逃命了。这一次的逃跑计划随之落空。为了治好杰克的腿伤，小马只好来到医院，请求身为护士的姐姐帮忙。两人来到地窖，姐姐很娴熟地处理着一切。包扎好伤口后，杰克将一个小包裹交给了小马，嘱托他一定要把他送到英国。小马回家后找到了自己信任的本叔叔，拜托他帮忙寄出包裹。当叔叔询问包裹的来源时，小马对此只字不提，因为他曾向杰克承诺过，对任何人都会保密他的事情。几天之后，杰克的腿伤终于恢复，二人随即展开第2次逃跑计划。他们骑着单车在森林中快速穿梭，可没想到德国军队竟在此时出现。二人见状，立马转头仓皇逃跑。后来两人在森林中走散了，无奈的小马只能回家。家中的父亲接到一个电话，神情变得愈发紧张。原来德军今天在森林里发现了一具士兵尸体，他们正在大规模搜捕凶手。隔天，小马再次来到地窖，幸运的是，杰克也躲过了德军的搜查。他对小马坦白道，那具尸体确实是被他击毙的，因为当时情况紧急，所以没来得及处理现场。小马面色沉重，局面变得越发棘手起来。回到家里，心事重重的小马笨拙地刮着胡须。此时父亲走了过来，他接过剃须刀，仔细教导着孩子刮胡子的步骤。这是父子俩难得的温馨时刻。此时谁也没有意料到，危险正在悄悄临近。这天，一队德国士兵闯入家中，不由分说的就要把父亲带走。他们将找不到凶手的责任归结到了镇长的头上。临走前，父亲不舍地抱住自己的孩子，留下了最后的一句话：
全家人焦急如焚。本叔叔自告奋勇只身前往警局谈判，他向小马保证一定会将父亲救出来。果然，在全家人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本叔叔带回了好消息。一家人听了喜极而泣。第二天清晨，小镇教堂的钟声响起，镇上的人都明白这是犯人即将被处决的前兆。本叔叔望着窗外，无奈地说道。后知后觉的小马疯狂地向刑场跑去，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。随着一声枪响，父亲的身体轻轻扬起，最终倒在洁白的雪地之上。小马从此再也没有了父亲的疼爱。在父亲的葬礼上，本叔叔神色愧疚，他伸出手想安慰身旁的小马，却被小马嫌弃地躲了过去。葬礼结束后，几人回到家中，却发现此时的家里一片狼藉，没有了父亲这把保护伞的庇护，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小马明白，他必须该担起身为男人的责任了。晚上，小马拿起剃须刀，再次想起了父亲。此时姐姐问他要不要请求本叔叔帮忙，小马想都没想，直接拒绝了。隔天，小马再次来到地窖，今天他一定要把杰克安全地送走。当杰克询问他父亲的情况时，小马只是说了一句二人随即驾着马车来到渡口。开船之前，杰克盯着对岸，似乎这一切都太过顺利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下一秒，潜伏在岸边的德军突然起身射击，杰克连忙拉着小马转头逃向森林。他们卸下了马车，直接骑在了马背上，这才与德军拉开了距离。然而此时马儿突然被树枝绊倒，不幸跌断了一条腿。男孩看着马儿无助的双眼，捡起手枪指向痛苦的马儿，可颤抖的双手却怎么也扣不下扳机。后来杰克接过了手枪，结束了马儿的生命。最终男孩忍不住流下了泪水，他这才坦白父亲已经被德军枪决的事实，这也让杰克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。到了晚上，小马趁着夜色把杰克带回了家，将他藏匿在自家仓库的角落。小马思来想去，凭借自己的力量实在无法帮助杰克逃脱，最终他还是决定请求本叔叔的帮助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本叔叔准备将杰克装成病人，然后借着姐姐护士的身份一起送他过河。送别杰克时，本叔叔笑着说道。杰克走后，小马玩着纸牌游戏，脑中突然闪过本叔叔的那句话。他回想起自己从来都没有对任何人提到过此事，小马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他赶忙冲到阁楼，翻起本叔叔的箱子，在箱子的夹层中，他看到了许多德国的机密文件。小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，本叔叔竟然是德国的间谍。幸运的是，小马在反应过来的第一时间，在森林中追上了他们。他抢过杰克的手枪，高举在本叔叔的面前，眼神里充满了坚定与愤怒。小马当众拆穿了本叔叔的假面。当本叔叔正准备拔枪时，杰克提前一步出手，几招下来就制服了本叔叔。三人协力将他绑在树上，随后姐姐带着杰克前往大桥渡河，小马留下来负责监视本叔叔。这时本叔叔并不死心，他试图打动一向崇拜他的小马。他告诉小马，当时他的确是去救父亲了，德军也同意找个替死鬼，但是父亲却坚决反对。小马这才明白，原来自己一直都在误会父亲的好意，父亲并不是懦弱，他只是在尽全力保护小镇的所有人。这时杰克终于成功渡河，小马这才放心下来。当他回过头时，却发现本叔叔早已没了人影。他赶忙向森林跑去，追上本叔叔时，一群德国士兵恰巧在此出现。然而这次小马再也没有犹豫。许久之后，战争终于结束，所有人面露喜色，开始庆祝。可小马却始终高兴不起来。他望向空无一人的书桌，心情沉重无比。那个冬天，或许这辈子都不能放下。影片至此结束。在战争中，一切都是跳脱常理的。在战争这个大帽子下，行为和立场都被贴上了简单生硬的标签。然而人性的复杂，远不是一个标签所能包覆的。他需要用真心去感受，用真情去体会，还要用勇气去原谅一切的沉默、懦弱与不作为。